各位，最近呢，大陆对台湾的态度啊，应该有了很大的这个变化。郑丽文呢，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吧？连郑丽文去过大陆的、见过那个老大的啊，这种政治人物都不值得信任了。那这个台湾问题的解决，恐怕就要提上这个最近的日程了吧？中国的国师高志凯先生就直言不讳地说现在中国呀，该亮剑了啊，别老是这个温温吞吞的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所以啊，现在看来，在当今世界上，我们一直说的韬光养晦是我们的美德呀，但是该亮剑的时候还要亮剑吧，该说实话的时候要说实话吧，不要整天绕来绕去的。最近我看到德国的外交部长对于我们中国台湾海峡两岸的事多加指责，我就建议我们有关部门应该亮出一句话：德国作为1945年无条件投降的国家，没有资格对中国指手画脚。另外一个，如果德国想改变1945年德国无条件投降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而这个国际秩序的很关键的一个支柱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基本的原则的话，那你德国不想活了？你德国还想引火烧身吗？德国外交部长，你给我闭嘴！我相信到时候了，中国这样的国家对于德国这样的战败国没有必要整天跟他绕圈子，该说的就要说。我们没有必要只是说德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我们不说这也是事实。我们应该多说一句话吧。你想推翻这个事实，你想干什么？你无条件投降了，你忘了德语写的无条件投降书是什么呢？我给你念一遍，你还要去你的档案馆查一遍吗？所以这个德国外交部长，你还想进入中国吗？我觉得我们该有所改变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朗普对于欧洲国家是不屑一顾啊，他是极度的压力。看来现在欧洲啊，可能就需要你这么对待他，你待他太仁义道德了，他可能反而觉得自己要骑在你的脖子上了。台湾呢，有一批人老是用维持现状吧，2300万台湾人民的意愿吧这样的词儿来拖延统一啊。台湾的名嘴苏起先生就说了，台湾人要求的所谓的维持现状，连他们自己都没搞明白，所谓的现状是什么呀？今天这个古立言在 AIT 的古立言在报纸上做了访问嘛哈，他里面提到说台湾统独维持现状占多数，这个我同意哈，但是呢，现在就是他没有讲，然后问民调里面也没有问到说现状的定义是什么哦，现状定义现在的现状。古立言嘴巴里面说维持现状，这个现状是2016年的现状还是2026年的现状？这我必须把那个过去回顾一下。蔡英文是提出这个名词的人，2016年维持现状，当时讲的就是马英九最后2016年初的那个现状，因为马英九2016年初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呢，他的大陆政策、两岸政策、美国政策是各方面都喜欢的。美国的对台湾的军售超过陈水扁的时期很多。台湾内部也是民调很高，所以蔡英文就用维持现状来告诉老百姓，就是说，这个马英九的东西我会照做。所以这是蔡英文用这个名词，这是变成一个催眠的一个口号了。他就一直讲，就2016、17、2018年蔡英文就不讲了，非常少了。2018年因为美国对大陆搞出了贸易战，所以维持现状这4个字在蔡英文嘴巴里面越来越少。2020年他连任之后，
几乎很少出现了。2020年他提出了什么？互不隶属，互不隶属，互不隶属变成新的现状了。所以这个现在，所以我就在问说，胡立言说的维持现状的现状是2016年的现状还是2026年的现状？2016年是马英九那个现状，2026年是蔡英文、赖清德的现状，这两个完全不一样。26年的现状是互不隶属，是这个现状吗？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那你这个现状，你怎么去交流对话呢？对不对？所以，那美国政策实际上在转变。我必须说，我认为美国正在转变。刚才荣公兄提到了，当年小布希还用脏话批评了陈水扁，可是蔡英文提出互不隶属之后呢，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任何批评。所以美国政策是在转变，可这个转变呢，碰到川普还要再转变。这个是现在，所以美国现在他的川普的脑袋在转呢，他下面还有很多一些反中鹰派的人还没有完全转，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美国现在内部是头和手脚还要打架，还要打架，所以古立言还有美国的这些反中鹰派呢，他们基本上还要有对现状怎么定义，他们要做个解释，不然的话。当然，古立言的用心是好的了。我觉得古立言用心是安抚台湾人心，因为台湾人心啊，台湾老百姓很害怕，台湾的官方也非常害怕啊。这个外交被打压，不用说了，我们这里军事啦，我们的东部啦，我们的什么都被压得都不能走。这个赖清德还在讲，那赖清德一步都走不出去啊。所以这就是台湾现在我觉得官方非常的紧张。所以古立言的意思是要安抚老百姓，但是呢，他的方法用错了，或者他药用的太轻了。关键是，民进党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用互不隶属。蔡英文破坏了他自己的维持现状的4个字，提出了互不隶属是改变现状、推翻现状，而不是维持现状。这个是现在要纠正的。这个东西不纠正，我认为怎么用都没有用。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们是逆风啊，国民党是逆风，但是呢还是要做，因为牵涉到安危。这个事情假如不转的话，我敢这边打包票，这个事情假如不转的话，两岸就会走上冲突的道路了。美国根本守不住了，美国现在没有力量来介入了，所以两岸就会冲突。我非常不愿意看到那一刻的到来。我希望我们在两岸冲突之前啊，这个能够台湾老百姓自己能够觉醒。我再回到刚才讲说，大陆现在最了解台湾，这些人这么了解台湾，所以他在他们内部啊，他的责任也越大。台湾问题没搞好，是你们这些人的责任。所以将来两岸假如冲突，蔡英文、赖清德继续搞台独，然后美国在那边又不做任何事的话，那这些人在大陆内部受到的压力会非常大。所以我非常担心大陆内部出来压力，来逼这几个这个怎么讲？合统派，这些人是合统派，那些武统派的人会上来，会给他压力。那我非常不希望看到这个现象出现。所以我们在台湾，我们老百姓自己要醒过来。我觉得台湾老百姓被催眠很久了，被蔡英文这个维持现状4个字催眠很久了，现状一直在移动，一直在移动，现在整个翻转过来了，台湾老百姓不知道，还在梦游。我觉得老百姓要醒醒。这个是感性问题，一个是一个中国统独，这是理性问题，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感性问题牵涉到大陆14亿老百姓的感觉，那我认为重要性比那个理性的统独问题还要重要，可是呢，说到这里就让我这个伤心了，因为我相信荣公兄跟我一样，我们都认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但是呢，很不幸的，所有的民调都显示，台湾现在感性的台湾人认同是已经达到了60%，比那个支持独立的、支持维持现状的、支持独立的这个快跟慢的独立的大概是25%。那么软的独立的，就是说维持现状啦，这将来再独立啦，这个我称它为软的独立的，大概35%。所以独立的软独立跟硬独立大概是60%。可是呢，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已经是60%了，所以这个感性的认同在台湾内部是非常强的，所以要克服达到你说的这个共同家园什么之类的，我认为困难度更高。所以我刚才在最后就呼吁，台湾老百姓自己要觉醒。台湾老百姓不觉醒，政治人物更不敢讲，更不敢讲。所以这就变成我认为比那个统独问题还要难解，还要难解。这就是为什么让大陆现在这个以前我在执政的时候，我们在政府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在讲，台湾的人永远不要得罪大陆老百姓。我们可以跟共产党吵架，国民党可以跟共产党吵架，吵一中怎么解释，吵联合国，但是呢，你不要得罪14亿老百姓。那得罪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我不是中国人。那民进党就做了这一步，民进党就说我不是中国人，我只是台湾人。那这一步就把14亿人全部得光了。那走到这一步，以前我就在讲，除了军购之外，就是不要得罪那14亿人，不要得罪那14亿人。这14亿人变成我们的朋友，台湾最好的风景是人，台湾就好喜欢台湾，他们会给共产党施压力。可是当你得罪了像民进党赖清德、蔡英文这样得罪了这14亿人之后，很抱歉，死路一条，迟早而已，迟早而已。所以我讲这句话，我刚才讲的有点滴血，心里面在滴血，因为走到这一步就没办法了。柯文哲还很聪明了，柯文哲两岸一家亲就擦边球了，他就起码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跟你作对。这个就是柯文哲民众党在这一方面这一步是站对的，那民进党是感性我也反对，理性我也反对，那就没解了。那台湾老百姓要跟着民进党走的话，那就是斗了，那就只有斗了。那我们是不愿意看到台湾生灵涂炭的，我们真的很不愿意。我们在这边生，在这边长，所以我们希望还是要走和的这条路，虽然它非常困难，我们还是要努力。在全世界，谁敢讲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台湾还有存活的机会？没有人敢讲，必败，必败。美国人也知道必败啊，所以美国人才要拼命的把台积电要搬到美国，拼命在台湾挖钱呐。你台湾现在钱最好现在还有的时候，全部交到我美国来啊。对，那美国现在是干这件事情嘛？对，所以他对台湾没有信心的，两岸发生战争他没有信心的，才会在这里面抢钱嘛。美国全世界抢钱有像抢台湾这么大吗？有吗？你到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看看，美国也像抢台湾的钱抢这么多啊？民进党政府你敢讲吗？你要不要拿出来比较一下？对，这个不成比例啊。你要拿一个比较出来好不好？还有一个，美国人为什么卖武器？2个目的嘛。第一个，我赚钱啊，还是赚钱啊。各位啊，不要认为美国的政治人物有多清高啊。美国政治人物跟所谓的军工复合体有多少的关联？美国军工复合体每一次你选举给你多少钱，平常给你多少资助？美国你国会议员你敢讲吗？你敢讲吗？不要，我们今天去批评美国什么？我只要讲一件事情，这个台湾的民进党真的是人穷志短的。他现在以为他很有钱了，我告诉各位，他就是人穷志短。为什么？你明明跟大陆可以和平嘛，你不要搞台独不就没事了吗？不搞台独有战争吗？你打开门有交流有战争吗？大陆人来台湾观光，大陆人来台湾读书，大陆人来台湾投资，那大陆会打台湾吗？你民进党不搞台独，都是自己人，大陆会打你吗？大陆会打你民进党吗？美国人讲这些话是干嘛？我吓你台湾人，将来一定会战争，中国大陆一定会把你吃掉，一定会打你，所以你赶快买武器保护自己，吓大陆人。你买这所有的美国武器，照我美国讲的，你买好了以后就会吓到大陆，不敢对台湾动手，你台独就可以成功。对不对？是不是就这样嘛？好，现在美国所有的尖端武器吓谁啊？好，你要把台湾变成战场，那台湾老百姓为什么讲说我的家园要变成战场？现在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假设的问题啊。民进党搞台独，是不是假设的问题？是啊，要不然他早就宣布台独了。为什么不宣布台独？他知道台独行不通啊，台独就是毁灭啊。那他为什么要拉美国人？
人家讲以美谋独，为什么拉美国人？美国人没有跟你在一起美国人不要美国人只是把你当做一个筹码，跟中国大陆谈判的时候可以当一个筹码，把你这种武装起来变成一个打不赢的刺猬，然后美国人可以赚大钱，然后美国人在跟中国大陆谈判的时候，这筹码更大一点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你是被拿出去卖的，你民进党是被拿出去卖的嘛，但你不能把台湾人民拿出去卖还有民进党，你讲那么多废话干嘛？你在这边搞什么？美国的国会议员你也会讲这个。对，我在讲，你去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今天要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在亚洲，在世界我们要担负什么样的责任？你告诉我，我们有能力担负那样的责任，去跟其他国家开战吗？去跟中国大陆开战吗？你有能力吗？你那军舰使得上去吗？你的飞机能打吗？你吹什么牛亚太和平，你吹什么牛我要跟各位讲不是我们今天看不起这些没志气的民进党，看不起那个贪心的美国。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台湾人的人命很值钱，我们每一个人命都很值钱，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家财产都很宝贵。我们不要为那个民进党那个台独，不要为美国人去上战场跟大陆打仗，我们是死路一条。我们现在如果转一个向，大门打开嘛，好好谈嘛，你会吃什么亏周锡伟先生说的就更直白了所谓的台湾的现状，就是战火一开，武统进程一开始，台湾没有活路希望这个周锡伟先生这个苦口婆心的这种劝谏吧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不然的话，那劝不住台独，那就没办法了，是吧？那个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那个贫僧虽然是熟读佛法，但也略通一点拳脚慈悲为怀，但是最后呢，还得有金刚怒目但愿不要走到那一步吧。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